大家好，关于小菜地整理利用呢，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与需求啊。一开始可能只是增加一点健康的蔬菜可使用，再来就是可以自给自足的目标啊，最后才是优美化种植环境。不过省时省事这件事情也很重要。前院一开始或许太高估自己的能力啊，更或许是前后院种植条件差很多，直接整合目标就跳到优美化的过程啊，导致于前后院整理所需要的时间差异非常大。后院要完全修整一次，大约只要1-2个星期呀，但是前院花了几个月，却是整理不完。这原因不只是面积比较大，过往都归咎于土壤相对湿黏的缘故了。近来时常思考，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？加上天气越来越热，总是要想点办法解决。天气太热，执行中的做法是利用作物帮忙遮挡日照，而另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得思考便利取水的问题。这个位置的蓄水池虽然有自动补水的效果，但是一直以来也就是维持堪用有水的状态啊。而这蓄水槽有附加一个功能啊，不只是可以自动补水，还可以不断放水啊，用来控制环绕水池的水量，也便于保持活水的状态啊。而为了不断排水，排水道左侧切出了窄小又狭长的奇怪空间啊。现在挖起了土壤，要将排水道整并到菜床的一部分。除了要将排水道重新设置，也要将这地势比较低的位置垫高调整成菜床上的菜床。这位置是前院菜园地势最低的位置啊，也因此菜床的土壤深度也比较厚啊。而因为要再进行垫高，蓄水池也就一起加大。挖深后，除了增加蓄水的能力，也预留了日后尝试水耕的后路啊。而这样慢慢挖掘的过程，或许有人会觉得辛苦啦。不过做设施其实感觉比种菜有趣多了。尤其花一点时间可以用很久之外，日后可以省下的时间也会更多啊。而选择在冬天做设施，可以轻松不少。12月还穿短裤短袖哈，这只要1-2天就可以完成了。乐趣这件事情，目的性如果很明确，会更有动力啊。就像下方从都市回来的小孩子，感觉像在跟狗玩呢，却是自己从家里走了10几分钟到这里啊，带了一把狗毛刷，收集刷下的狗毛，也不知道要做什么。刷下狗毛，清洗完后捏成团状，还用一根针一直刺啊，很像是在做高密度的毛球啊，实在是已经脱离小学太久，完全看不懂现在小学生是在学什么。而他因为想要快速完成，竟然自己用走了过来，还走了3趟啊！这种执着的精神真的是自叹不如。而为何有这么多的瓦片可以搭设设施瓦片在乡下其实很常见啊，也就只是老房子倒塌或是提早拆掉的老房子后呢，这没利用掉也不容易处理，通常就闲置摆放在原地啊。而瓦片不只是刚性材料，还有卡榫可以加以利用。这用来搭设菜床或是蓄水池，尤其是在边坡挡土，避免土壤滑落，算是蛮好用的。而搭设出来的形象也另有一番景象啊。若是没有瓦片，也可以共用杂草抑制席。但若是比较缺水，需要将水留住，则建议使用防水布啊。因为自动饮水措施过往已经做好，因此下方并没有铺设防水布啊。剩下的水
就当作是补充地下水位，也有自动放水的效果。这在稻子收割后进入晒挺时期，地下水位下陷的情形就会很有感觉。尤其此处菜地又比下方地势高上不少，没有铺设防水布的环绕水池，水位一天下降的10-20公分算是很正常。不过因为除了要制作活水，让水不断进来，循环进出水的过程也是在收集富含矿物质的肥沃水沙啦。另外，想要再尝试进行水耕的原因，则是想了解一下这圳水与地下水是否真的含有大量养分。捞回偷游过来的大肚鱼后，铺设瓦片也就更容易放手完成，隔天水就完全渗入地底了。另外，这位置则是预留控制水位的排水口，还会再进一步补铺上排水软管，接续就可以开始拉高环绕水池的水位，让水从地底暗管自动流过来。不过因为是采用虹吸进水，速度会比较慢，目前环绕水池的水位只接近暗管进水口的高度，所以水流只是先慢慢渗流过来，水位拉升后进水就会源源不绝了。由于这水源含有非常细致的水沙，再利用塑胶水管进行简单的暗管清淤，想要清理得更为干净，则可以用抽水马达直接冲刷暗管。这暗管埋设时有高低落差，倒是不会完全堵住。进水时间就先来以此后院还是看不出来的作物幼苗，这种子因为被台风吹湿了，发芽就全部一起撒下去。一开始觉得可能是娃娃菜或是包心白菜，现在看又很像是味美菜。由于大白菜种类种植得进行盖网，也就把一半空间用来种植第二波的结头菜。而这防虫网内的作物就是结头菜，目前已经进入采收期，会改成这样种植安排，则是进行保底，避免掉种到完全不需要防虫网的叶菜类。而现在种植约有一半的空间是种植结头菜，这虽然是采用双排种植，但是单排还是利用交错的方式，让作物距离可以大一点，中间的位置也一样留下一条可以使用蔓延的沟槽。唯一比较尴尬的就是一半的作物不知道是什么，也就只能呈现整地后的变化。水位上来后，要进行浇水，除了方便，取水也比较轻松。一旁采用同样方式进行撒种的4种叶菜类都已经出苗，不过这紫薇小白菜的颜色跟湿的土壤太接近了，近看才有办法看出出芽的状况。
因为是采用密集撒种，这若是要让植株可以长大颗一点，就可以再进行移植，拉开植株间距啊。至于该如何进行省事自动慢烟浇水，就麻烦继续看蓄水池的后续发展了。谢谢收看。